我现在呢是在埃及的卢萨卡，今天呢主要的行程呢就是去帝王谷，我与客栈的另外2个客人一起过去。帝王谷的位置呢是在卢萨卡城的西边，也就是在尼罗河的西岸。这个卢萨卡城呢它是在东岸，帝王谷离城区大概6公里左右，我们坐车过去。石纳木然来到了帝王谷，帝王谷就是古埃及帝王们存储木乃伊的地方，埋葬他们木乃伊的地方。他们会把木乃伊放在这个洞窟里面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会参观的多数地方呢都是洞窟。这边是这个峡谷的一个模型图。因为最早呢，他们把这个木乃伊呢葬在金字塔里面，但是多次遭到了盗窃呢，后面的这些埃及的这些国王呢，他们就选择说是找一片适合埋葬他们木乃伊的地方，所以呢就找到了罗索可的这个峡谷。电视上展示了当时他们挖掘这个帝王古墓的文物的一些情况。本来说是换的这个地方可能就不会到了，因为他们把埋葬的那设计者呀，就是设计这个古墓的人呀，包括埋葬的那些人，他们都把他们给杀了。但是呢，没有起到这个保护秘密的作用，这个没有不透风的墙嘛。后面有人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呢，在后面遭到了多次的洗劫、挖掘，就是偷盗、盗墓。进帝王谷的票260。正前方就是帝王谷，葬木乃伊的地方，他考虑的这个地方的空气湿润，包括地形、地质、地貌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荒漠、比较干旱的地方。看这地形，它也是在一个山下面，也算是依山傍水了。这各国的帝王都是差不多的，在生前掌握权力，享受荣华富贵，在去世后呢，也是要找一个风水比较好的地方，继续想着享受在世间曾经享受过的一切。但这个就比较讽刺了，因为是帝王，所以在死后看不得安宁，这么多的人要来每天来参观。如果是一个普通人的话，就不会存在这么多的问题了。所以任何事情都有2面性。我是谁？从哪里来？到哪里去？这是人类的永恒3问。但在古埃及人的思想里，至少对人的未来，他们有明确而坚定的信念和追求。他们对今生和来世的观点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：一，人是有灵魂的，古埃及人称之为咖。灵魂栖身在肉身中，人死后，咖就离开了肉身，去往一个未知的世界。2，人在现世的生命是短暂的，而未来却是永恒的。通向永恒未来的大门就是死亡，而要获得永恒的生命，保存尸身不腐是至关重要的。3，只要肉身保存完好，灵魂咖某一天就会回到肉身，人就得以复活永生。这种生死观是古埃及人修建金字塔、地宫和制作木乃伊的本质原因。卢克索古代称底比斯，底比斯作为中王国和新王国的首都，是当时埃及的政治和宗教中心。历代法老在这里建立了规模宏大的宫殿、神庙和陵墓，而比较完整保存至今的就是卡尔特纳神庙和帝王谷的地下陵墓。大家都知道，埃及最著名的金字塔也是帝王的陵墓，主要修建于埃及古王国时期，距今已有4-5千年。而到了1000多年后的新王国时期，法老们不再创造巍峨耸立的金字塔做坟墓，而是向地下发展，修地宫作为未来永生之地。这其中的原因就是防止盗墓贼。从第17王朝开始到第20王朝期间，一共有60多位法老在这片荒山野岭里开凿了地下坟墓。这些墓穴依山开凿，有的深入地下几十米、上百米，曲折蜿蜒。墙壁和拱形的天花板上绘制着彩色的壁画和文字，壁画刻画的多是古埃及的神明和法老的肖像，也有耕耘渔猎的场景，以及法老们征战沙场的赫赫战功。此外还有大量的花鸟鱼虫以及动物的雕刻画像，这些壁画和雕刻都是用笔如刀，简洁而传神，栩栩如生。最令人惊叹的是，这些壁画大都是
距今3、4千年前的作品。不论是深埋地下的坟墓中，还是在露天敞开的神庙里，各种颜色都是鲜艳如初。千百年岁月的悠悠似乎没有对这些壁画产生任何的影响，而在露天展示的这些壁画也无惧日晒风吹、黄沙漫漫，依然保存着当初的风采和神韵，令几千年后的游客看得如痴如醉。古埃及的壁画能如此新鲜如初地保存到今天，首先是归功于埃及干燥的天气。埃及有酷暑无严寒，降雨量很少，气候干燥，这些自然的条件有助于文物的长久保存。另外，古埃及人用来作画的各种颜料多来自矿物质，这些矿物质用来作画也是利于永久保存的。那这边的土木的考古工作呢，现在还在进行，有些地方呢还不让进去。今天的最后一个地方叫哈布神庙。Just in the ceiling. Those are original colors. 哈布神庙也叫哈布城，严格的说，应该是拉美西斯3世的灵庙。这个神庙是专为拉美西斯3世进行葬礼仪式而修建的。长期以来，这里都是底比斯的经济中心，有神庙、储藏室、作坊、行政大楼，还有供祭司以及官员们休息的住处。直到公元9世纪时，这个地区仍还是个居民区。正因如此，人们更习惯上称为哈布城。看得出来，也就是清理一下泥土，没有说是在上面再重新彩绘呀，或者是涂上燃料。哈布城是埃及有史以来第2大古庙，总面积超过66000平方米，有3个塔门和1座外门。神庙里有内容丰富的浮雕壁画，数量众多，精美绝伦。拉美西斯3世并不是伟大的拉美西斯2世的儿子，拉美西斯在古埃及含义里为太阳神拉之子。为了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像伟大的拉美西斯一样的君主，第20王朝多位法老都以拉美西斯命名，使得20王朝成了名副其实的拉美西斯王朝。拉美西斯3世是最后一位有所建树的拉美西斯法老，他改编军队，使用外族雇佣兵，阻止利比亚和海上民族的入侵，战功赫赫。哈布城的浮雕画面很多是反映了拉美西斯3世战胜敌人入侵的场景。塔门左边的神是阿蒙和拉融合后的神，手上拿的是胜利之剑。这个场景是拉美西斯3世将所抓到的俘虏敬献给阿蒙神作为供奉。右边的神是拉和赫鲁斯融合后的神，这个场景是拉美西斯3世在太阳神拉的庇护下西征叙利亚。拉美西斯3世最终被自己的妻子谋杀，妻子为了使儿子拉美西斯4世继承王位，策划了谋反，最终刺杀了自己的丈夫。哈布神庙，我可以说是目前看到的最壮观、最美的神庙了，太棒了！下期视频带大家再看罗索克的2个神庙。